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Evo2 全生命域。它来自 Arc Institute 与斯坦福等。它拥有400亿参数，是基因组基础模型。训练数据含 9.3 万亿个 DNA 碱基对，上下文窗口长达100万单碱基分辨率，无需人类先验知识即可预测基因变异，还能从头生成全新的完整基因组序列。这是首个覆盖所有生命域的大模型，标志着从解码生命到编写生命的跨越。原核生物的基因组组织相对直接，功能编码区简单；真核生物则包含大量非编码区，还有替代剪接与多层表观遗传控制。要设计全新的生物系统，必须理解庞大基因组中编码的系统级复杂性。以往的工具只能对遗传代码进行测序、合成与编辑。Evo2 旨在跨越这一局限，理解并重写整个复杂系统。它不依赖人类先验知识，直接学习 DNA 序列的深层规律。从简单到复杂，模型试图掌握生命操作系统的全部层次，这为最终组装人工生命奠定了基础。Evo2 拥有400亿参数，规模空前。它基于 9.3 万亿 DNA 碱基对训练，上下文窗口达100万碱基，史无前例。它凭借100万上下文读取完整酵母染色体。训练数据来自 OpenGenome2 数据库，覆盖细菌、古菌、真核与噬菌体4大类。模型涵盖智人、黑猩猩等代表性物种。它吸收非冗余基因组，掌握进化全部奥秘。Striped Hyena 2是一种结合卷积与注意力的混合架构。传统 Transformer 的长序列计算成本呈2次方爆炸。新架构专为高效解析超长 DNA 序列而设计。在400亿参数规模下，16000上下文速度提升 1.3 倍。处理100万上下文时，速度提升可达3倍。这种混合机制有效突破了长序列的算力瓶颈。输入依赖型卷积能灵活捕捉局部和全局模式，旋转注意力则负责精确聚焦关键序列区域。100万个上下文窗口让模型看到全基因组集结构，从单一基因跃升至完整染色体，视野跨越5个数量级。横轴标尺显示转移 RNA、细菌基因、细胞器及人类调控域，甚至能覆盖完整酵母染色体，突破传统工具局限。2阶段训练法先以8000上下文学习短句功能元件，再扩展至100万个捕获超长程生物学模式。这相当于相比自然语言读一本书， Evo2 能看透生物完整蓝图。极限挑战在100万碱基中精准召回100个碱基片段。热图显示召回得分均为深绿色高准确度。模型不仅能读取100万碱基，还能精准定位片段。真长度固定为100个碱基，需从随机背景找出。测试覆盖不同深度和长度全部随机序列，这证明模型真正理解序列结构而非死记。虽然测试出色，但实际生物序列更复杂。精准召回能力是后续基因设计的关键基础。零样本学习让模型无需微调即可预测。它能为 DNA、RNA 和蛋白质序列评分。细菌蛋白适应性预测 Spearman 领先。对人类蛋白适应性预测同样表现优异，对非编码 RNA 适应性预测也取得好结果。模型掌握了3大生物域的进化统计规律，它能自然辨别出破坏功能的基因突变，这得益于训练数据覆盖中心法则全流程。模型自主掌握了遗传密码的阅读框规律，它从未见过任何人工标注的密码子表。模型通过自学海量 DNA 序列的上下文统计模式，模型精确掌握3碱基为一个密码子的规律，还能区分标准、支原体和纤毛虫的终止密码子。左侧3维景观图显示野生型位置的自然度最高，右侧热图在起始密码子附近信号显著，这证实模型捕捉到通用生命进化法则。该模型在非编码区变异预测上取得临床级领先表现。针对非编码单核苷酸变异，其 AUROC 指标高达 0.988。非编码非单核苷酸变异预测 AUROC 值也达到 0.960， 在剪接变异外显子和内含子预测上同样位列首位。传统专用工具往往对非编码区无能为力，但非编码区大约占据人类基因组的绝大部分比例。Evo2 不仅擅长点突变，还能准确评估插入与缺失，这使得它成为全球最前沿的变异预测模型。在乳腺癌关键基因 BRCA1 和 BRCA2 上， Evo2 展现了全面覆盖能力。对比表中 Alpha-Missense 仅能评估编码区单核苷酸变异，而 GPNMSA
虽可覆盖编码区与非编码区，却无法处理插入或缺失。只有 EVO2 能同时评估编码区、非编码区以及插入缺失变异。散点图显示，其零样本预测能显著区分功能性变异与功能缺失变异。该区分能力的 P 值极低，说明统计显著性极高。这意味着 EVO2 在临床相关变异评估中具有统治级优势。它填补了其他模型在变异类型和区域覆盖上的空白。稀疏自编码器打开了 EVO2 的黑盒，它提取模型第26层的激活状态，通过稀疏自编码器分解出数万个特征维度。这些维度具有明确的生物学意义，它们可用于基因注释、新发现和生成引导。这让我们理解模型内部的表征机制。机制可解释性提升了模型的透明度，人类能信任并微调模型的生物预测。模型识别出大肠杆菌染色体中潜伏噬菌体区域。特征峰值图显示 CPZ55 功能基因分布。模型定位 CRISPR 阵列中的间隔序列，这些间隔序列排列整齐且形成显著峰值。模型未依赖任何鲜艳知识或人类标注，它仅通过海量序列领悟细菌免疫机制。模型建立了 CRISPR 与噬菌体的进化联系，这证明模型具备超越序列的生物学理解。EVO2 的训练数据从未包含已灭绝的猛犸象 DNA， 但它依然能精准注释猛犸象的 PDK4 基因区域。编码区、内含子、外显子、起止点特征被模型自动捕获。4条特征曲线对应了不同的基因组功能元素。底部基因结构图显示了外显子与内含子的位置。模型学到的内含子与外显子架构是普世的生命法则，这验证了 EVO2 具备跨物种的通用生物学理解。即使面对未知物种，模型也能完成准确的基因组注释。EVO2 转向改写，开始生成完整基因组，利用100万上下文窗口，像写文章一样写 DNA。3个里程碑覆盖细胞器到真核染色体尺度。线粒体基因组16000碱基对属于细胞器级别，生殖支原体580千碱基对代表最小细菌级别，酵母染色体约330千碱基对代表真核生物。这些生成序列是全新设计的完整蓝图，这标志着基因组设计迈入自主生成时代。EVO2 成功生成了完整的人类线粒体基因组，该基因组长度为16000个碱基，属于细胞器级别。生成的蛋白序列与真实一致度超过 84%。 AlphaFold 3预测的三维结构验证了其功能可信度，基因排列顺序与野生型完全对齐，贡献性优异。但模型并未简单复制，而是保留了序列多样性，这证明模型学会了线粒体基因组的整体组织原则。从细胞器级别开始，模型正逐步突破更复杂的设计。EVO2 仅需 10.5千碱基对的引物，就能续写出近60万碱基的生殖支原体基因组。生成的基因中具有 FAM 注释的比例显著高于上一代模型。蛋白质二级结构包括螺旋与折叠的分布与野生型高度吻合，这证明模型掌握了原核生物完整的编码与折叠规则。它并非简单复制，而是从头自主生成了功能合理的序列。这一里程碑标志着基因组设计从细胞器级别迈入原核生物系统，同时也为构建更复杂的合成细胞提供了可靠基础。但生成的基因组仍需实验验证其实际存活能力。该模型成功生成了完整的33万碱基对酵母染色体。这一里程碑攻克了真核生物的复杂调控结构。真核生物的关键难点在于非编码区的精确控制。生成序列包含启动子、内含子和外显子结构，与野生型相比，其基因排布模式高度一致。这表明模型学会了真核基因组的深层组织规则。生成式生物学研究正式迈入真核时代。非编码区的精确站位是此次核心突破。EVO2 将生成能力扩展到表观遗传层面。它尝试通过 DNA 序列控制染色质开放状态。左侧显示沉默染色质，右侧为开放染色质，中间蓝色方波代表目标可及性峰值模式。模型的真正目标不只是写出碱基序列，更要控制 DNA 在细胞中如何折叠，决定基因组哪里开放，哪里关闭。这标志着生成式生物学进入表观遗传新时代。推理时搜索架构让 EVO2 生成多个候选 DNA 片段。外部专家模型 Informer 与 Borzoi 进行生物活性评分，只有评分合格的片段才会被保留下来，不合格的候选则被直接淘汰出局。
这种机制实现了目标导向的序列雕刻，它让语言模型化身为可控的 DNA 打印机。外部模型评估的是表观遗传状态可及性，整个过程无需模型重新训练即可灵活调整。Evo2 将染色质开放与闭合视为摩斯密码的迪和搭。研究人员成功在基因组中写下了2段特定信息，第一段波形拼出了 ARC 对应的摩斯密码，第二段则完整写出了 Evo2 的摩斯编码。生成的 DNA 序列依然保持完全自然的物理特征，这标志着可编程表观遗传控制进入了极致阶段。模型不再仅仅影响基因表达状态，它实现了对 DNA 3维折叠形态的精准雕刻。生物学首个推理时扩展定律正式提出，左图显示成功率随每碱基采样点数上升，右图显示每碱基60个采样点时预测逼近目标波形，投入更多推理计算量直接提升设计精度。算力与设计精度首次形成正相关的关系，基因设计因此获得可扩展的性能提升路径，更大推理预算可产出更精确的生物序列。该定律将指导未来的计算资源分配策略。Evo2 将模型权重与训练数据全部开源，7亿和400亿参数版本都可直接获取。开放基因组数据含 9.3 万亿碱基，代码用 Striped Hyena 2架构。Evo Designer 提供可视化分析，这些资源扫清了基因组建模的障碍，研究者可自由复现和改进模型功能。此前封闭的旧工具已被彻底替代，虚拟细胞模型的愿景已触手可及。